哎呦，这从没见过。通体玄铁，这是何物啊？你摸摸。四轮果漆黑皮巨物，四车却无缘无马。诸爱卿，这是何物啊？官家，此物触之冰寒，刚硬异常，又浑然一体。我朝的工匠手段根本就铸造不出啊！官家，此人短发衣服，不戴发髻，不像是我中原人士，莫非不会是北牢派来的奸细吧？啊！里面的人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哎呦！哎呀！官家小心！小心！这是何装束啊？这是此人的毕业证书。此人名叫夏言，来自大夏，毕业于公元2025年，师范大学历史系。公元2025年，是距今1050年以后。难道此人是来自未来？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未来之人？来自未来，想不到朕建立的大赵，在1000年后便亡了。他伤势如何？官家，此人头部受到撞击，双眼淤血阻塞，可能会失明，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。不如把他带回宫中，待他醒来之后，咱们观其言行，小心查探，窥探一下未来呀。切不可让他知晓。若是让他知晓自己回到了过去，不在他们的时代，心生歹意，恐怕会误导我们。此人知晓未来至关重要，旁人在侧，恐泄露天机，就由你亲自照看。切记，封锁消息，不得外泄。是。怎么这么黑啊？不对，我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了，这是哪里啊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快去奏禀父皇和宰相大人，他醒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呦，有人吗？醒了，醒了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醒了，终于醒了！是村长吗？这里是赵家沟吗？我是夏言，是来这里支教的历史老师。我经过你们村山脚下的时候，遇见泥石流了。还有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这官话说的比朕都标准。我就是赵家沟的村长。村长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你快找人开我的车，先送我去医院行吗？什么？你的车？就是我来的时候开的那辆运。该不会是被泥石流砸坏了吧？那可是我借的车，完了，全完了，这下我怎么赔啊？你别激动啊，你的车没坏，就在村的外边放着呢。没坏啊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请问您是？我是赵家沟学堂的教书先生。您是学堂的先生？哎，领导没说过这里还有别的老师啊，说这里唯一的老师就是在这里办校几十年的校长。我知道了，
您就是赵家沟的老校长是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赵家沟小学的老校长。校长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哎，你快找人开我的车，把我送到城里的医院去吧。我这眼睛看不见，我也没办法给学生们上课啊。开车，我们啊，你们该不会没人会开车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村儿没人会开车。也是啊，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，的确没人会开车。哎，那校长，村长，那村里面总有电动车、三轮车吧？你用电动车、三轮车送我去镇上的医院也行啊。三轮电动啊？也没有啊？电动车、三轮车都没有吗？这条件也太艰苦了吧？那村长，咱们村的人平时是怎么出远门的啊？出远门我们用的都是牛车、马车。牛车、马车，这交通也太差了吧！不过我相信，国家很快就会拨款修路的，很快，你们都能用上电动车、三轮车的。那村长，你实在不行，就用牛车把我拉到最近镇上的医院也行啊。牛车也去不了啊！怎么还去不了了呀？校长，我的眼睛真的不能再等了，我现在只能看到一点点光。我今年才26，要是我眼睛瞎了，我这辈子都完了。校长，我知道了，是下雨，山体滑坡，道路都被埋了，都出不去了，完了，我这辈子完了，我只能瞎在这儿。哎，对了，手机，校长，手机，我手机在车里，你，咱们村里总有电话吧？你快打电话呼叫支援呀！啊，怎么都不说话？没信号是吧？山洪泥石流，信号都断了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我的眼睛，我这辈子完了，我什么也干不了。那什么，夏老师是吧？你先别着急啊。这个我们村啊有一个老郎中，是个神医，医术特别高。我先把他请来，给您看看眼睛，您看怎么样？真的？谢谢校长，谢谢村长。你放心，要是等我眼睛治好了，我一定请更好的老师过来支教。胡太医，他的眼睛怎么样了？淤血堵塞了眼部3处经络，需用金针刺入风池、承气、晴明3处穴位，疏导气血。每日行针1次，少则半月，多则1个月，就能慢慢复原了。半个月不行，他对针有大用处，针要他下一辈子。管家不可呀！此时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，若是知道自己彻底失明了，他肯定会拼了命的往外跑。等出了这个门，他知道自己不在赵家沟，知道咱们骗了他，那心生芥蒂，我们什么都问不出来了。可等到他眼睛复明，还是会发现我们在骗他，怎么办？管家，那就在他彻底复明之前，套他的话，把他知道的东西全部套出来。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院子，擅闯者杀无赦。
夏先生，哎，你安心静养，我每日会来给你行针一次，不出1月就能复明了。但要切记，治疗期间双眼是不可见光，也不能吹风，所以绝不可离开这个房间啊！1个月都不能出门啊？那我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怎么办？夏先生，我是村长的闺女，我叫赵姨，你可以叫我小姨姐。你是村里的贵客，我爹说了，你在治疗这段期间，你的衣食起居都由我来照顾。哦，胡大夫，小姨姐，那接下来就麻烦你们了。这群丘霸，这3令5申不得肆掠民田，他们竟敢纵兵圈地！还有襄州团练使张伦私自扩充团练兵3000，一个个拥兵自重，全无臣子本分。这天下还是赵家的天下吗？官家息怒啊！这些将领都是您在陈桥起兵之时的有功之臣，您要妥善处置啊！朕知道他们有功，只是担心朕能被他们黄袍加身，哪天他们也会被部下黄袍加身，这天下就乱了。这又不愿意屠戮功臣，落个鸟尽弓藏的罪名，更何况北伐契丹，收复燕云16州，还要倚仗这些悍将，你说朕应该如何处置啊？官家，这千古难题，历代都没有好的解决之道，不如去问一下夏言，或许在未来有答案。胡大夫说了，即使是在屋内，也要注意避光。这半个月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不过这半个月就要辛苦小姨姐了。以后等我眼睛好了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。夏先生好些了吗？我们村里的条件不比你们城里，还习惯吧？习惯，当然习惯。村长请大夫给我治眼睛，还让小姨姐照顾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了。夏先生客气啦。我们都没读过什么书，你既然是教历史的，不如就给我们讲讲历史上那些有趣的事，让我们这些大老粗也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。没问题啊，这是我专业。不过呀，我大夏历史悠久，从3皇5帝算起，足有5000多年，20多个朝代，400多位皇帝。你像大秦的罢黜百家，三国的赤壁之战，大唐的玄武之变，以及这大赵的陈桥兵变，像这样的历史经典更是数不胜数。你们想听哪段？想不到朕当年在陈桥被迫黄袍加身，到了1000年后却成了传颂的经典，当真妙极呀！大赵的陈桥兵变，哎呦，这听着就有意思。夏先生，您就给我们讲讲大赵的历史吧。大赵有什么好讲的？大赵虽然也是经历300年，不过呀，他那些皇帝个个都是废物、窝囊蛋。什么？废物？窝囊蛋？夏先生，这没有根据的话可不好胡说呀。我怎么胡说了？大赵的那些皇帝，要么称臣纳贡不思进取，要么屈辱求和冤杀忠良，更有一些皇帝呀，他都当了逃跑天子、北狩之君。你们说他这不是废物、窝囊蛋是什么？这些皇帝呀，把我们大夏的脸都丢尽了。不可呀！他妈，朕和朕的后世子孙全是废物，是窝囊蛋，朕若留的，天下威严何在？官家息怒，官家不可呀！咱来的目的不就是要借他之口来探一探未来之策，
一解当下困局嘛，知晓大赵的国运兴衰，知后世之人如何评价您吗？不可因一时之愤坏了大计呀！不去，定是朕的儿孙不争气，荒唐误国，才留下这么多污名，还牵连到朕的名声。朕开创的基业，自是无可指摘。夏老师，这大赵还行吧？怎么能说皇帝都是窝囊废呢？他们的开国皇帝应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吧？你就从他开始讲吧。大赵的开国皇帝赵大是吧？赵大，未来居然是这么称呼朕的。可史书怎么会记载我赵胤为赵大呢？哎，算了，听点别的吧。这整个大赵的历史啊，都是非常屈辱弱的一批，我平时就不愿意整这段。夏老师，他可是我们赵氏唯一的皇帝，你就讲讲他吧。那怎么就大赵全是耻辱了？他们的开国皇帝怎么就是窝囊废了？好，那你们要实在想听这段，我就给你们讲讲大赵的历史吧。夏老师，你就从头开始讲吧。先讲一下这个开国皇帝，我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一点点，说这个开国皇帝赵大，陈桥兵变，使天下归心，兵不血刃，定鼎中原，结束乱世，一统海内，开创盛世的功绩，这不堪比汉武唐宗吗？哼，就他还配跟唐宗汉武比？他提鞋都不配啊！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就那大赵的开国皇帝赵大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赵胤啊，他就是个嘚儿，他什么也不是。他平时最爱干的事儿啊，就是既要当婊子，还要立牌坊。他妈，朕和朕的后世子孙是废物，是窝囊废。朕若留他，天下威严何在？官家息怒啊！咱听他继续说，看他怎么解释啊！息怒啊！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都不说话了。你说赵大怎么就是个大傻嘚儿？他怎么就是要当婊子，还要立牌坊呢？好，首先说他婊，他本来就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当上的皇帝，但是呢，又不想落得一个不忠不义的骂名，因此才自导自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。嘴上三推四请，说什么不得已而为之啊，其实身子诚实得很，一转身就坐在了龙椅上。你们说，这不是表示什么？这是我能听的吗？这件事是能拿到明面上来说的吗？这谁提谁死呀？官家，谁来朕都没用。就算他是未来世界之人，就算他知晓天机，朕也要砍死他！我要砍死他！息怒啊！夏老师，我觉得赵大这人还不错吧？说他欺负孤儿寡母，可能是谣传，这史书上兴许是乱记的。没错，据说他登基之后对旧主小皇帝挺厚道的，不仅没有害了他们母子性命，还封了王侯，赏赐良田府邸，还赐了丹书铁券，保他们后代入朝为官，这不算是仁至义尽了吗？厚道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啊，我把你家房子抢光了，给你留个破屋子，留2亩地，让你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当牛做马，回头我还要问你一句，我对你好不好啊？厚不厚道啊？你敢说不好，你就是不识抬举，你只能说好啊！这叫什么？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个赵大好歹是没有干那个卸磨杀驴的缺德事儿，
虽说靠人家孤儿寡母夺得的皇位，不过也没有要了人家的性命。如此看来呢，这个赵大也还算是讲点良心，讲究一个只谋反不谋命。谋反，后世对朕称帝的评价居然不是终结乱世开创太平，而是谋反。夏老师，也不能说赵大称帝是谋反吧，据说是他手下的将领在陈桥驿强行给他披上龙袍，求他当皇帝的。对，我也听说了。当时啊，赵大死活不同意，可是三军将士不干呐，呼啦啦跪倒一地呀。如果赵大再不同意，那三军将士就要哗变造反了。哼，是，都是他的部下逼他黄袍加身的。咱们赵大呀，嘴上推辞说：“哎呦，不要，你们这是要陷我于不忠不义呢。”可是他胳膊一张开，那叫一个准，直接就塞进龙袍里面去了。但手下不能停啊！手下他不停手，他说不要。但手下一旦停手，他就说：“不要停，给我穿起来。”这龙袍是不是有点大了呢？这更绝的是啊，三军将士全都跪在地上求他登基称帝。他脸上是万分为难，嘴上却说着：“哎呦，你们呐，你们可真是害苦了朕呐！”这赵大呀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他连夜就快马加鞭，星夜兼程的赶回去登基称帝了。你们说，赵大这种人，不是既要也要吗？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。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如果传出去，天下百姓也会戳朕的脊梁骨，骂朕虚伪。朕绝不能让他活着走出这道门。管家，不可呀！既然他什么都知道，就让他把知道的都说出来。等套出所有话以后，咱再杀他不迟。万一他连如何兵不血刃的就能制服那些骄兵悍将的法子都有呢？夏老师，这些肯定是编造史书的那些人瞎编乱造。赵大怎么可能那么虚伪？他是逼不得已，箭在弦上。他不称帝，他手下的将领就会造反，天下就会大乱。他这是为了大局着想啊！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村长，我知道您也姓赵，您肯定想把赵大往好处想。不过您又不是这赵大一脉的子孙后代，您没有必要这么费力的为他说好话辩解。我是研究历史的，这大赵这段历史啊，我清楚得很。当时那些老百姓都以为这黄袍加身是被逼的，其实啊，那都是被赵大那老实样子给骗了。陈桥兵变就是他和他的兄弟赵二，还有那个谋士赵普一手策划的。夏先生，你这话说的没有证据啊！据我所知，陈桥兵变那是赵二和赵普他们俩撺掇的，赵大根本就不知道啊！证据不知道？行，那我打个比方，假设说，村长现在就是赵大，校长就是赵普，咱们赵家沟的村民就是大赵的将领们。今天晚上，校长把所有的村民都聚在一起，商量着要给村长来一个黄袍加身。你说，这村里的每一个村民曾经可都是村长的心腹啊！这么大的事儿，这都没有一个消息能传到村长的耳朵里吗？再者说，把这么多村民都聚在一起密谋，这么大的动静，村长不聋又不瞎，难道就察觉不出一丝的蛛丝马迹吗？村长，
您敢拍着胸脯说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您都毫不知情吗？嘿嘿，未来的人竟然都是这么看朕、这么记在朕的吗？不过呀，这赵大确实也难受。自从他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当了皇帝之后，这更是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啊。什么？朕登基之后，整夜的难以入睡，这都被史官记在史书上了。赵大整夜的睡不着，为什么？他怕呀。赵大这江山本来就是黄袍加身得来的，他怕自己的部下有一天也这么干，也来个黄袍加身。你们说，这算不算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呢？夏老师啊，赵大睡不着怎么办啊？他手下的将领不安分，也想黄袍加身，他又是如何处置的？这件事上还算是赵大有脑子，他不想给后世留下一个屠尽功臣鸟尽弓藏的骂名，但是又不得不解决这些骄兵悍将拥兵自重的困局，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妙计。杯酒释兵权？什么意思啊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他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场酒宴，把那些手握重兵的部下们都叫过来喝酒。这酒过3巡，他是唉声叹气。他说：“在座的诸位都是陪我在战场上打杀杀出来的。当年那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我都睡得着，可如今我这当上皇帝之后啊，是一夜都睡不着。”有的人就问了，这皇上这是为什么呀？赵大这个时候就说了，你说我如今黄袍加身当了皇帝，可有朝一日你们手下的人要是也贪图荣华富贵，给你们来个黄袍加身，让你们登基称帝，这个时候诸位如何是好啊？这正是朕所担心的呀。然后呢？哟，你是没见那些个部下将领们个个跪地求饶。这赵大这个时候顺势就说了，你们陪我一起走南闯北都不容易，人生苦短，不如眼下交出兵权，我赏赐你们金银田宅，你们就回家做个富贵人，日日享乐，岂不快哉？就这样，第2天，这所有的将领们都称病辞官，交出兵权了。妙啊！此计甚妙啊！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。夏先生伤还没好，你就好好休息啊。夏言的后事之计对朕的江山有大用，你一定要小心照看，绝不能让他离开此地半步，更不能让他与外人接触。即刻传旨，召各侍卫亲军、中马步军指挥使入宫赴天家之宴。是。诸位都是在陈桥兵变时就跟随朕的旧部，更是我大赵的开国功臣。这杯酒不敬天地，敬诸位当年的从容之心，敬过往同生共死，敬今日君臣名分。干！官家神武正是意气风发之时，为何要唉声叹气呀？他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场酒宴，把那些手握重兵的部下们都叫过来喝酒。
这酒过三巡，他是唉声叹气。他说啊，在座的诸位都是陪我在战场上打打杀杀出来的。当年那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我都睡得着，可如今我这当上皇帝之后啊，是一夜都睡不着。朕今日时常做梦，梦见与诸位金戈铁马，并肩作战，是何等的快意盎然呢？可是，每次梦醒，朕便心生不安，辗转难眠。打江山难，坐江山更难。朕只怕大赵的基业不长久啊！官家，你如今龙椅坐得稳稳当当，大赵又是盛世太平，您此话从何说起啊？想当年，诸位不满前朝暴政，心心念念的无非是封侯拜将、子孙富贵，便在陈桥驿将黄袍硬披在朕的身上，朕被你们推着，不得不反呐。这话这是怎么了？陛下今天都死了，不知道突然说起这些情况啊。如今大诏已定，你们都是有从龙之功的功臣，朕也未曾亏待过诸位，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，全了了你们当年的心愿。可正因如此，朕这心里却越发不安了。官家，您难道是不相信末将等人的忠心了吧？非也非也。我如今黄袍加身当了皇帝，可有朝一日，你们手下的人要是也贪图荣华富贵，给你们来个黄袍加身，让你们登基称帝，这个时候诸位如何是好啊？朕是担心哪天你们的部下也嫌朕给的官位不够高，赏赐的不够厚，贪图更大的富贵，也效仿当年陈桥将黄袍加在你们身上，只怕那时你们想不反也由不得你们了。官家明鉴，臣等万万不敢。官家饶命啊！官家，这如何是好啊？人生苦短，不如眼下交出兵权，我赏赐你们金银田宅，你们就回家做个富贵人，日日享乐，岂不快哉？既然如此，诸位不如交出兵权，朕以金银厚赠，可保诸位回乡安享晚年。你说官家用一杯酒就让10几位手握重兵的陈桥旧部主动献出兵权，卸磨杀驴还不落人把柄，真是好计谋啊！王爷，这些旧部可都与您相交甚厚，皇上这是要削您的权呐！削我的权？要不是我给他黄袍加身，他能当上皇帝？大诏初定，他就要削我的权，提拔他的2个儿子，不就是想背弃母后定下的兄终弟及的遗诏，想传位给他的儿子？休想！王爷，宫里藏了个来历不明的谋士，皇上把他捂的是密不透风，
杯酒释兵权这条毒计，应该就是此人出的。若是他在皇位继承这件事上再出馊主意，那王爷您的皇位可就危险了呀！母后生前就定下皇位兄终弟及的遗诏，想断我的帝王路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这就让朝臣上奏请命，让皇兄公布母后遗诏，立我为储君。这诏书一出，谁还能抢走我的皇位？能想出杯酒释兵权计谋的谋士，心机深不可测，不得不防啊！你去查一下此人的身份，若能拉拢，便许以重利，为我所用最好；若是不能，痛快呀！兵不血刃就收了那些功高震主老将的兵权。哎，朕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赵家的江山也安稳了，看来是时候考虑立储之事喽。官家，太后生前不是立下了兄终弟及的遗诏，要您之后把皇位传给晋王吗？赵毅呀，他心胸狭隘，若他执政，朕的子嗣血脉只怕难逃打压。况且他生性好战，若让他执掌江山，必会大兴兵戈，社稷堪忧啊！那晋王不合适，还有3位皇子呢。老大虽性情仁厚，但优柔寡断，少了几分帝王该有的杀伐果断。老二呢，年纪小，根基尚浅，容易被权臣左右。老三嘛，又胸无大志，该立谁为储君呢？朕是该好好思量思量了。哎，官家，那不如再去问问夏言，看在未来的史书记载中，是谁继承了您的皇位？此言正合朕意。走。多吃点。小姨姐，我知道你家本来也不富裕，还专程为我杀鸡，还做了这么多肉，这么破费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了。只要能让夏老师的眼伤康复，就不算浪费。是啊，夏老师，你能来我们这山沟沟里支教，就已经是报答我们了。村长，哦，对了，昨天听你讲了杯酒释兵权，哎呀，特别有意思。今天还想请你继续给我们讲讲大赵的故事。这个好说，你想听哪段？你就讲讲大赵的后来的皇帝们，他那些子孙坐上皇位以后表现怎么样啊？大赵有什么好讲的？一共就10几位皇帝，除了开国的赵大，就没几个硬角色。哼，你看啊，有拜异族为爹的儿皇帝，有骑着驴车逃命的驴车战神，还有啊，丢下都城就跑的那逃跑天子，更是有一家子都被抓去北方放羊的北狩之君，真是丢人呢！老祖宗的脸都给他们丢尽了。什么？赵大把皇位传给他的子孙们，竟然被糟蹋成这个样子？其实啊，这件事情也不能怪赵大，毕竟在他咽气的时候啊，这皇位到底由谁来继承都没定下来。皇位传给谁都没定。他不是有个仁厚的大儿子吗？皇位没传给他吗？哦，你是说他那个大儿子赵秦啊？他没当皇帝，29岁就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管家，保重龙体呀！朕今年刚50岁，正值壮年。太医院昨日还禀报朕龙体健康，至少还有20年寿数。
这么说，3年后朕的儿子死在了朕的前面。官家，你要保重龙体呀！不如等他说完，若知道了大皇子的遭遇，说不定就能避开这场劫数了。对，村长，你们每次在那嘀嘀咕咕说什么呀？我都听不见啊。没事儿，只是为赵大感到可惜。那么一个宅心仁厚的大儿子，就这么死了。对了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他就是个窝囊废。那皇帝嫌他有谋反之心，教训他了几句，他回去之后就吓得上吊了。朕竟然怀疑自己的儿子要篡位，还吓死了他。他那么仁厚孝顺，朕怎么可以怀疑他？不过现在朕既然知道了，就绝不能让这桩惨剧发生。既然赵大的大儿子没有继承皇位，那他肯定把皇位传给了年轻又能干的二儿子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是说赵大的二儿子赵简呀？没有，他也没做皇帝。老大死了之后2年吧，他也死了。儿子也死了。父皇，保重龙体啊！赵大的二儿子又是怎么死的？他呀，死得更惨了。他就是在床上睡着觉呢，就被那皇帝给弄死了。朕居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，虎毒尚不食子，朕怎么会如此恶毒啊？赵大还有个3儿子，既然前2位皇子都死了，那皇位一定是传给他了吧？也没有，赵大的3儿子赵廷也死了。什么？也死了？也是被皇帝杀死的？这皇帝本来就小心眼嘛，不想让他继承皇位，于是就给他安了一个肆意妄为、图谋不轨的莫须有的罪名，先罢官，再流放。这赵廷本来就是一个窝囊废，被皇帝这么一下一折腾，就生了一场大病，嗝屁了。这个皇帝也太不是东西了。那到底哪个儿子继位了？继位？看来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这段历史啊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赵大的儿子死光了，赵大绝户了。绝户了啊！绝户个秋了！你村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听见吐血的声音了？没事，夏老师，你这个故事听着让人揪心，我有点心急，急火攻心了。我讲的是赵大，你跟着激动什么呀？你又不是赵大，又不是你家死绝户了吗？没事，夏老师，你先歇着，我找老郎中给我扎2针。哎，好，村长您慢点啊。想不到皇权竟让我多一道杀光了自己的儿子，看来母后立下的兄终弟及的遗诏是对的，就是为了保全赵家的血脉，避免父子相残呢。官家的意思是要遵照太后的遗诏，立晋王为储君吗？没错，朕总不能因为儿子觊觎皇位就杀光了他们吧，把皇位传给晋王，断了3个儿子的念想，也许能避开这一切的惨剧。取你旨吧，待朕病体稍愈，就下诏立晋王为储君。王爷，王爷！今日奴才看到官家胸口有血迹，宫里的太医竟诊断不出病因，看样子陛下的身体快不行了呀！皇兄快不行了啊！可是他还没有立储君呀，如果突然死掉了，我那几个侄子要不认太后的遗诏怎么办？王爷莫急，
今日奴才听到皇上已经考虑遵从太后遗诏，要立您为储君了，已经让赵宰相拟诏书了。好，只要诏书一出，等皇兄升天，皇位就是我的了。对了，给大哥献杯酒释兵权之策的谋士查到没有？这皇宫守备甚严，恐怕需要重金买通才行啊。官家刚刚确定立我为储君，要保证皇位于我万无一失，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捣乱。王爷，您就放心吧。陛下，虽然下言说您的3位皇子都会遭遇不测，但他未曾说过您把皇位传给于晋王啊，万一要传给别人呢？臣以为我们不如再去一趟，问个清楚。此言甚是。罢了，为了赵家江山，朕就再走一趟吧。啊，小姨姐，村里的路打通了没有啊？我都在这里待了3天了，怎么一点救援的消息都没有啊？正在抢修呢，我爹已经带人过去了，快了，再过个10天半个月，路怎么也通了。啊，还得10天半个月啊？小姨姐，能不能出去透透气啊？这几天我都快闷死在房里了。不行，你这眼睛还没有好呢。我爹说你现在还不能出去。夏老师，不行啊！郎中特意叮嘱，外面有光有风，对你的伤没好处。我们知道你们，这不，我们来陪你解闷了。你再继续给我们讲讲大赵的故事就不闷了。也是啊。行，那我就继续给你们讲讲呗。上次咱们说到哪一段了呀？讲到赵大的3个儿子都死绝户了。对，讲到赵大绝户了。既然赵大的3个儿子都死了，那他把皇位传给谁了？赵大已经绝户了，那自然是把皇位传给自己的2弟赵二了。果然是赵毅，朕没了儿子，皇位传给他也是遵守遗诏，名正言顺。但后世出了那么多无能之君，一定是老二传位传错了人了。找机会，朕要好好叮嘱他，不能误了大赵的江山呐。那赵二继位之后，有没有收复赵大心心念念的幽云16州啊？是啊，赵大在位的时候，做梦都想收复幽云16州，他没做到，那赵二肯定做到了吧？赵二武将出身，能征善战，在收复国土这件事上，他一定是个厉害的皇帝。何止是厉害啊，简直是牛掰！他做了前面几百多个皇帝都没做过的事儿。还好老二没有让朕失望啊。赵老二，人称驴车战神，与后世一位去瓦剌当留学生的天子合称为南北二宋。啥？南北二宋？你刚才不是说他当了皇帝之后很牛逼很厉害吗？他亲率大军去收复幽云16州，却被那北辽啊打的是屁滚尿流，身中2箭。为了逃命啊，他连皇帝的面子都不要了，躲到一辆驴车上一路逃命。你说皇帝做到这个份上，他厉不厉害？牛不牛吧？气死我了！老二怎么这么没有气节？大赵的脸都被他丢光了。不行，他这么丢人，我绝不能让他坐上龙椅呀。那赵二是什么时候登基做皇帝的？赵二公元976年，赵大刚死，赵二就火急火燎的登基称帝了。 976年是何年啊？如果放在大赵的话，那应该是开宝9年。那岂不是说
朕今年就死。胡说八道！朕正值壮年，怎么可能会死？复活！不是二八吗？不可呀，留着他的命，还要探清未来呢。你们看朕像今年就要死的样子吗？他妖言惑众，朕必杀他！官家息怒啊！虽然他的话不可信，但也不得不防啊。臣听说晋王最近到处联系朝臣，到处散播太后的胸中弟及的遗诏。我看晋王是要急着继承您的大位呀。你是说晋王等不及朕传位，就对朕动手？哎呀，官家，这历朝历代为了争皇位，兄弟相残、父子相杀的事儿多着呢。咱不如再听听他怎么说。不对呀，夏老师，既然赵大死得那么早，他怎么又会杀死自己的3个儿子呢？比如说二儿子死的时候22岁，那是赵大死后第5年了呀，你瞎编的吧？谁告诉你赵大的3个儿子是赵大自己杀的？啊？什么？那不是赵大？难道是赵二啊？赵二登基之后要想把兄终弟及变成父死子继，就必须把赵大的3个儿子通通给弄死。因此，一个恐吓，一个暗杀，一个流放，全弄死之后呢，这3副棺材铺路，就为了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。赵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赵二对赵大是忠心耿耿，是陈桥最大的功臣。赵大把皇位传给赵二，他怎么可能杀死自己的亲侄子？村长，亲侄子在皇位面前，亲情倒是算个屁呀！村长，换作是你，假如你是皇帝，一面是自己的儿子，一面是别人的儿子，你愿意将这皇位交给外人吗？哎，只是当时这兄终弟及的规矩摆在那儿，赵二也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必须让赵大的儿子消失。毕竟死人是不用遵守遗诏的。不可能，我们可是亲兄弟，此人定是挑拨离间，朕绝不相信。封死这座院子，严加防范。他这种叛逆之言，绝不能败露半个字。设立储君的事先压一下，派去监视晋王的人回来了吗？密报，最近2日，晋王密会了13位朝臣，朝堂之上，群臣上奏，请求皇上按照太后的遗旨立储君。赵毅，这背后难道真的是你吗？朕难道真的像夏言所说，活不过这个冬天？官家，如果心有疑虑，不如再去问问夏言，看看晋王是如何继位的。好，那就找夏言问个清楚。朕绝不相信晋王有害我之心。皇兄，他压下了立储的遗诏，还在我的府里安插了眼线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没有我，他如何登得上皇位？陛下是见过那个谋士之后才做出这些决定的。可恶！
蛊惑皇兄。那些禁卫一旦买通，立刻除掉他。这房子怎么这么像古代的皇宫啊？哎，还有小姨姐，你的这身衣服怎么这么像古代的大小姐穿的呀？疼！哪有什么皇宫古代啊？这就是一间厢房，太久没有人打理了，所以破破烂烂，就冷冷清清的。你这厢房还挺大的。哎，对了，小姨姐，你刚才身上穿的那件衣服，那不像是山里人穿的呀。这个衣服是之前来支教的乐舞女老师送给我的。哎呀，我这不是这几天天气好吗？我把自己的衣服给洗了，身上也没件像样的衣服，就把这身穿上了。你放心，小姨姐，等我的眼睛治好了，我一定带你去大城市。你喜欢什么衣服，我都送给你啊。好呀。夏老师，那你可是我们家的福星啊！我们一家人都得感谢你。村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村子通往外面的路打通了没有啊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医院啊？快了，已经抢修一半了。我们这不是忙中偷闲，抽空闲的空档来听你讲故事吗？对了，你上次说赵二当上了皇帝，他是怎么当的皇帝呀？他呀，还能怎么当？砍死赵大当的皇帝呗。什么？他砍死了朕？村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砍死了谁？朕？这个是皇帝的称呼啊，我没听错吧？我是说，他砍死了赵大，这真可恶！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那可是他大哥呀！没错，我爹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不过啊，这皇帝和亲情之间总得选一个。赵二这当时要是下不了手，来日死的可就是他自己喽。这不可能吧？皇宫那么多人，这皇帝旁边的侍卫不离身，那赵二怎么敢呢？是啊，皇宫森严，赵二敢杀皇帝，那是弑君之罪呀，肯定会被砍头的。他怎么又能当上皇帝呢？这就是赵大没脑子的地方。偏偏就在那天，他独自约见了赵二，退走了所有人。这段故事可真有意思啊！夏老师，你快给我们仔细讲讲啊！好，那我今天就给你们好好讲讲这烛光浮影的故事。赵大当年50岁，正值壮年，因此他不着急立储君。可是这赵二他等不及呀，他生怕未来有一天赵大突然把自己儿子立成了储君，于是他就在这众朝臣之中，把太后立下兄终弟及的遗诏这件事散布出去。如此一来，让众朝臣都来拥戴赵二当储君。这老二现在就是这个心思。而且赵二当时位高权重，拉拢了众多的朝廷重臣，说他在赵大的眼皮子底下成立了一个朝中之朝，说他当了一个二皇帝都不为过。老二啊老二，你就那么想要这个位子，不惜兄弟相残吗？于是呢，为了敲打赵二，又不想让皇宫当中的其他人知道赵二有想称帝的野心，保留天家的颜面，就在这一天的夜里，赵大斥走了所有人，独自设宴招待赵二。
月黑风高，烛光摇曳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只能看到他兄弟二人的身影，隐隐约约的映在这窗户之上。那他们聊了些什么？具体聊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。只不过这最后啊，大家都只能听到赵大操起一把玉斧，就喝责这个赵二，看你干的好事，看你干的好事。两个人甚至为此大打出手。再到最后啊，赵大当夜暴毙，赵二连夜继位登帝。啊？不可能！赵大半生征战沙场，他怎么可能杀得了他呀？正常情况，这10个赵二都不是一个赵大的对手。可是赵大能想到，他的亲兄弟甚至可以为了皇位不惜杀掉自己吗？他确实想不到，他的亲兄弟会为了皇位杀了他。可不吗？就是这么突然，一代皇帝就此陨落，草率下线。所以说，这段历史讲起来简直就像是一段草台班子。不可能啊！杀了皇帝这么大的事情，宫里的人能不知道吗？赵二又怎能全身而退呢？知道又有什么用？赵大的这些心腹啊，都被赵二买通了。这赵大早就被赵二架空了。啊！赵大被架空了！把朕身边和晋王有来往的人都找出来。是，朕这就去办。那赵大其他的亲信重臣呢？总有人要替赵大报仇的吧？心腹又有什么用？赵大死的当天夜里，赵二就带着自己的心腹重臣，用重兵控制了皇宫，宣布自己继位称帝。而赵大的那些心腹亲信，当知道消息的时候，都已经反应不过来了，晚了，大势已去了。老二，你真的早有预谋吗？一夜都等不了，从秦王变成皇帝，这数十年的兄弟之情，真就嘿。村长，村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笑得如此奇怪？没什么，我弟他是性情中人。听你故事里，赵大开创了大赵，却死得这么凄惨，有点伤感罢了。想不到啊，村长还如此的多愁善感。这只不过死的是赵大，又不是他，他伤感个什么劲儿啊？夏老师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去看看我爹。官家，如果夏言说的是真的，那晋王这边您要早做打算呐。朕和晋王数十年的亲兄弟，朕还是不信他会杀朕夺位。那夏言无凭无据，说的全是推断，朕全然不会全相信他呀。官家，王姬，宣晋王进宫，朕今晚要单独见他。遵旨。不可呀，官家，万一晋王真动了杀心呐！是啊，父皇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若王叔真的反叛，您有个闪失，大赵可就完了。朕若有心，10个赵二也伤不了朕的一根汗毛。这皇帝突然召我亥时进宫，不准带随从侍卫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今日陛下又去见了那个谋士，出来以后脸色很难看。又是这个谋士。如今半数朝臣上奏，要皇上公布太后遗诏。如今皇上已经怀疑王爷与群臣联系密切，
若是那个谋士再给皇上说一句群臣眼中只有靖王没有皇上，那王爷您可就危险了呀。那个谋士会不会让皇兄给我设鸿门宴？会不会在宴席期间让埋伏在周围的刀斧手冲出来杀了我呀？王爷多虑了，那皇上毕竟是皇上，他不可能仅凭怀疑二字就杀了当朝亲王。如果是那样，定会闹得朝堂上人心惶惶，禁言慎行，再无人敢直谏。到时候朝廷大乱，这个道理咱们陛下不会不懂吧？那他这个时候召见我进宫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依奴才对官家的了解，陛下单独宣王爷一人入宫，怀疑是有，但更多的是试探。所以王爷您入了宫以后，无论皇上问什么，您一定要谨慎回答。我与皇兄兄弟情谊几十年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想到我要夺他的位。王爷，官家对你起疑，一定是那谋士从中挑唆。宫内禁卫我已买通，不如……今晚我面见圣上，让人问出他与官家都说了些什么，再让他暴毙。遵命。别拘束，就把朕这里当成你的王府。咱们兄弟啊，好长时间没有单独坐啦。你也是，朕不召你入宫，你也不知道进宫来陪朕说话。皇兄日理万机，家国大事面面俱到，臣弟不敢打扰。真怀念没穿着龙袍的时候，咱们兄弟把酒言欢，无话不谈。那时候谁对谁都是一片真诚。现在可倒好，当上了皇帝，感觉身边人都在防着朕，想找个说说心里话的人都难。老二，你怎么不喝呀？怎么，怕皇兄在你的酒里下毒啊？皇兄这话折煞臣弟了，臣弟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就对了。别紧张，这次叫你来，朕有一件事拿不定主意，想听听你的看法。皇兄尽管说，臣弟一定知无不言。最近朝堂之上多了一种声音，朝臣上奏让朕立储君，并将母后定下兄终弟及的遗诏公布天下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皇兄恕罪，这件事臣弟不知道啊。母后遗诏都是母后一厢情愿，立储君是大事，还要靠皇兄裁决。臣弟只想做臣子，做皇兄亲率大军收复幽云16州的马前卒，绝对对皇位没有一丁点的非分之想啊。朕的皇位你没想过，可母后的遗诏里写得清楚，朕100年之后，皇位由你来继承。母后糊涂啊，后宫之人怎能参政？当初答应母后，全是皇兄孝心。如今母后已去，这遗诏，臣弟请求皇兄废弛，在臣弟之外另立储君。请皇兄一定要答应臣弟，否则臣弟就是有罪，万死难辞啊！
看着老二至诚至信，怎会杀我夺位？看来定是历史谣传，夏言的胡乱推断，可能朕的天数就是今年吧。老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朕又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起来！臣弟有罪，不敢起，请皇兄责罚。是朝臣上奏，要朕立你为储君，又不是你的意思，何罪之有啊？皇兄正值壮年，群臣却在这时提立储君，还提起臣弟的名字，臣弟就是有罪。臣弟请求皇兄严惩那些居心叵测、整日盼着宫廷内斗、皇室操戈的臣子。都是重臣，都是为了社稷，怎么能说罚就罚呢？起来吧。你既然对皇位不感兴趣，那朕问你，朕的3个儿子当中，谁适合继承朕的皇位？赵秦如何？大皇子宅心仁厚，爱民如子，他若能当上皇帝，一定是一位千古明君，受人爱戴的好皇帝。臣弟也一定像拥戴皇兄一样，全力支持拥戴，绝无二心。可大皇子太过仁厚，少了几分帝王的霸气，朝臣皇亲怕是压不住啊。比如你这个皇叔手握重兵，要是有一天他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，你会听他的吗？若有一天大皇子登基，纵然他是晚辈，可也是95之尊，臣弟绝不敢有半分不臣之心。皇兄若不放心，臣弟愿交出兵符，再不掌兵权。毫不犹豫交了兵符，这可就是交了命啊！老二这么坦诚，朕却怀疑他。夏言，当真是你故意挑拨我们兄弟之情吗？老二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皇兄信不过谁，还信不过你吗？收复幽云16州还要靠你呀！快把兵符收起来，朕今日罚了，你且退下吧。是，臣弟告退。小姨姐，小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谁？哼，想不到居然是个瞎子。刀，我该不会是碰到抢劫的了吧？大哥，我就是一个乡村支教的老师，我叫夏言，我身上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啊！大哥，你放过我吧！说，是谁指使你进宫的？进宫？哦，你是说赵家沟小学是吧？我就是来赵家沟小学支教的，所以我就进宫了。等，找死！说，是谁指使你在官家面前谋害靖王的？是什么？官家？靖王？我不认识啊！我在这个村子里只认识村长、校长还有小姨姐。你说这2个人我都不认识啊！等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在官家面前出了什么谋害靖王的主意？官家？靖王？是隔壁村的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你说这2个人我真不认识，你真找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他们啊！不说，那就带着你的秘密下地狱去吧！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杀人5年起步，杀人无期徒刑。靖王有令，你必须死！老二似乎并没有夏言说的那么居心叵测，他宁愿交出兵符，
也支持朕的皇子登基，可见他对朕是忠心耿耿啊。夏言的话不可全信，但靖王说的也不能不信。他们二人必定有一个所说不实啊。看来朕要再去探探夏言的口实，看是不是后世记载有。官家，不好了！公主殿下派人来报，夏言在别院被刺客刺杀。什么？夏言这个未来人，从来没有人暴露他的身份，怎么会有人杀他？走。大哥，你走了吗？夏老师，是我。小姨姐，小姨姐，你总算来了！刚才进来个杀手，他冲进来就要杀我。那个人呀，是村里的疯子，胡言乱语，到处乱跑。我已经把他赶走了。疯子啊，不像啊！他说话条理很清晰啊，他还说什么官家、晋王。官家，这不是在大赵朝的时候，大赵就这么称呼皇帝吗？夏老师，夏老师，我听说你这里出事了，赶紧过来看看，你没事吧？村长，你看我这像没事的样子吗？咱们赵家沟的治安也太差了吧！大半夜的让一个疯子拿着刀到处跑，我都不敢当赵家沟支教了。哎呦，别呀，夏老师，你放心啊，我明天就把这个疯子锁起来，找人给他治病，病好之前你不会碰到他第二次啊。我好疼！哎呦，夏老师，你流了这么多血，丫头别愣着呀，赶快给夏老师止血！快！小姨姐，你人是真的好，不仅性格温柔，手还这么巧。谁要是娶了你啊，那肯定是祖上积了8辈子的德，才有了这么好的福气。哎，对了，小姨姐，你嫁人了没？我们山沟沟里的穷人家的丫头，又穷又土气的，没有人会喜欢的。谁说的？虽然我没有见过小姨姐长什么样子，但是啊，我听你讲话这么温柔，一定很漂亮。而且你手又这么巧，又会照顾人，这要是放在城里啊，那肯定都排队抢亲呢。要是我就混小子居然还打起朕公主的主意！夏老师啊，刚好你这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了，干脆给我们再讲讲大赵的故事吧！又讲大赵啊？之前这段历史故事不是都已经讲完了吗？还有什么好讲的？前几年呢，我看了一本书，这上面说呀，赵大、赵二兄弟情深呐。那赵二为了表忠心，把自己的兵符都上交给赵大了。再说了，你上次说赵二杀了赵大，连夜当上了皇帝，不对呀。哪里不对了？就算赵二杀了赵大，也不可能连夜登基呀，那可是在宫内呀。赵大的贴身侍卫、贴身太监，那都是皇上的心腹啊。他杀了赵大，他不可能跑了呀。你们学的历史肯定出错了，恶意抹黑赵大和赵二的兄弟之情。校长，行了，你也不要再给姓赵的脸上贴金了。赵大、赵二还用黑吗？他都黑得发绿了。赵大还有心腹吗？他的心腹啊，早就成了人家赵二的心腹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比如说，赵大的贴身大太监，他可跟随了皇上10几年呢。对，
就是那个贴身大太监，名字叫什么？王继啊，对，就是他。他早就背叛赵大了，就是在烛光浮影的那晚，要不是他第一时间跳出来证明赵大暴毙，控制了皇宫里面的禁卫，这赵二啊，还真的就不容易那么直接登基呢。王继，我弄死你这个徒孙！官家，内卫禁卫都该慢慢清洗了。吃里扒外的狗奴才，真是真没想到啊！校长，你说你看的那本书上面说是赵二主动交出兵符这回事儿，你看的是野史吧？给赵二洗白的野史，如果不是野史，那一定是架空历史的小说、话本之类的。不可能，我看的是正史。正史啊，我就是研究正史的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嗨，赵二这个人城府极深，极善于伪装。就算历史上他真的有主动交出兵符这回事儿，那也是他装的，他就是做给赵大看的。装的啊？不可能吧？兵符那可是他的命啊，他敢拿自己的命冒险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就算赵二主动的交出兵符，那这个兵符赵大收了吗？那你想啊，这个赵二呢，他是开国功臣，他又是皇亲国戚，他又没犯错，那赵大为什么要收他的兵符呢？这不就得了吗？你看啊，虽然赵二已经交出了兵符，但这兵符最后还是落回到了赵二的手里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赵二早就揣测透了赵大的心思。这招啊，在兵书里那叫以退为进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赵大相信自己的忠心，放下戒备，而自己的内心早就起了弑君篡位的杀心。夏言并未见过晋王，按他分析，并非全无道理呀。臣也怀疑，官家让晋王进宫赴约，并非让他调兵遣将啊。他带着兵符进宫，这说不通啊。如果真按夏言所说，就能说得通了。他带兵符入宫，就是要给朕演一出苦肉计。对，苦肉计。父皇，这王叔好深的城府啊！我教了他这么多年王术，竟然都没看出来。哼，这个赵二。哎，对了，村长，你们干嘛问得这么仔细啊？搞得好像你就是赵大，在寻求我找这个治国的良方呢。这不是闲来无事好奇吗？那如果赵大提前知道了赵二篡位的事情，提前杀了赵二呢？杀了就杀了呗，赵大可是太祖，杀个兄弟无可厚非嘛。那赵二毕竟是黄袍加身的大功臣，而且手握重权多年，突然杀了他手下的文武亲信，难保不安分呐。大赵安稳不易，百姓经不起折腾啊。非也非也，赵二一死，群龙无首，他们乱什么？这个时候赵大千金买马骨，一律官升一级，一边造反杀头，一边升官发财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。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一盘散沙了。所以啊，古时候有句话叫做杀贼先杀王嘛。夏老师啊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们改天再来啊。村长，这我还没讲完呢，这怎么就走了呀？我现在眼睛也看不见，也没有时间观念。那小姨姐，
现在几点了？几点？啊，几点？几点？什么东西啊？小姨姐，你毕竟也是村长的女儿，村长家里不会连个挂钟手表都没有吧？哦，手表、时钟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挂钟手表都没有，那你们平时是怎么看时间的呀？时间？啊？你是说时辰吧？我们这儿啊都看时钟，现在是4更天丑时了。啊？那个夏老师啊，我有点困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，明天一早我还得干活呢。啊？4更天丑时时钟，赵家沟这么传统的吗？现在还在用古代的计时方法，今天他们怎么都怪怪的呀？陛下，王继，我操，日你妈呀！我咋就没看出来你这个鳖孙背叛了朕？陛下，今晚您要临幸哪座行宫啊？朕今晚就在御书房歇息了。王半半，你守了半夜，快歇息去吧，今夜就不用你伺候了。多谢陛下恩典。立刻更换这里所有的禁卫，令调禁军暗藏宫内，再盯紧这个狗奴才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！派出去的人失手了，落在了公主手里，如今可能已送到陛下面前了。什么？失手被抓了？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是公主亲手抓的，老奴也未曾打探清楚啊。要是活的，会不会受不住天牢的严刑拷打，把我给供出来呀？那是奴才培养的死士，应该不会。皇兄刚刚试探我一番，我当时若不交出兵符，恐怕打消不了他的疑心。如果这个时候被他知道刺杀谋士的杀手是我派过去的，恐怕他真的会动了杀心的呀。王爷放心，奴才培养的死士一定不会供出我们的。本王如何赌得起啊？本王这就离京，纵然做不成王爷，远离皇位，总好过留在京城等死要好。报！禀告王爷，京城四门已全部被封锁。完了，皇兄要派兵来杀我了。王爷莫慌，本王如何不慌啊？死到临头了。王爷，这是昨天夜里的调令。陛下昨晚见过那谋士之后，立即下令秘密调集禁军，封锁4处城门。今早已经全部到位，严格盘查。凡是皇亲国戚、高官贵胄，没有陛下的手谕，是一律不准出城啊！这不正说明皇兄要对我下手了吗？他这不是把我封在京城里，他甚至把我困在了一具必死的棺材里。王爷，事已至此，您就无需再顾及兄弟情谊了。皇上他不仁，就休怪您无义。我现在已经是笼中之兽，虽然手里有兵符，出不了城，调不了兵，就是一块废铁。就凭几个府兵，能成什么大事啊？皇兄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王爷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！好，皇兄，你可知道
黄袍加身，黄袍能披到你的身上，未尝不能披到我的身上。不对劲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找死！说，是谁指使你在官家面前谋害晋王的？官家是大赵时期臣子对赵婴的称呼。晋王，赵婴在登基之前就是晋王啊。村长说那人是疯子，可是疯子又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又不在，肯定不对劲。村长，你们干嘛问得这么仔细啊？搞得好像你就是赵大，在寻求我找这个治国的良方呢。这段时间，村长虽然一直让我讲的是大赵的故事，可是他最关心的却是这赵大如何治国的问题。一个山沟沟的村长，为什么会这么关心1000多年前赵大是怎么治国的？难道他不是村长？官家，京城4门已经全部由禁军接管，晋王调不了一兵一卒。王继那个狗奴才，连夜去了晋王府，把他困在晋王府，是让那些追随他的朝臣看清楚，他在朕面前只是笼中之兽罢了。那官家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朕要晋王今晚独自入宫赴宴。他若居心叵测，但毕竟是朕的兄弟。今日晚宴，朕会坦诚不公。他若懂分寸，知悔改，朕怎会轻易取他性命？赵毅，莫让朕失望啊！王继，奴才在。传朕口谕，请晋王独自入宫赴宴，以叙兄弟之情。遵旨。王爷，王爷，今晚陛下设宴，有您一人入宫赴宴呐。皇兄这是迫不及待，他准备对我下手了。他好冷血，好绝情啊！王爷，事已至此，陛下把您逼到悬崖绝壁，再无退路，何不放手一搏啊？成王败寇，说不定您是最后的王呢。我们是一同流过血的亲兄弟，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？这都是陛下逼你的，那陛下不死，死的可就是您了。可杀了他，是弑兄篡位的大罪，往后千百年的史书上会如何骂我？不仁不义呀！史书都是胜利者书写的，等王爷您做到了皇上，在万人之上，您说您的皇兄是怎么死的，他就是怎么死的。您想要史书怎么写您，那史官就得怎么写。到那时，还有谁敢触动龙颜，冒着掉脑袋的危险，对今日所作所为妄加揣测一个字呢？是啊，皇兄他登上皇位，不也是在史书上抹去了诸多不光彩的东西？当年是我把他推上皇位的，如今他不仁，那我就再亲手把他拉下来。哎，王爷有此雄心大志，何愁有什么大事不能成呢？不就是只身赴宴吗？他赵印有准备，
我也有准备，就看谁的刀更快了。到时候奴才会手捧龙袍，召集朝臣守卫，候在门外。只要王爷您在里面成了事儿，老奴会立刻控制皇宫，宣称先帝暴毙，晋王登基。老奴会亲手将龙袍披在您的身上。那就让这顿晚宴成为我们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家宴吧。奴才提前恭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，但是我的耳朵一定没有听错。他呀，还能怎么当？砍死赵大当的皇帝呗？什么？他砍死了朕？我肯定没有听错，村长说的就是朕。村长虽然一直让我讲的是大赵的故事，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破解这烛光浮影的死局。难道村长就是赵印？我穿越了。如果村长就是赵印，那这里就是大赵。可我明明在赵家沟啊！夏老师，小姨姐，吃饭了。小姨姐，真香啊！如果村长是赵印，那小姨姐就是公主。让我试探试探她，看看这里到底是大赵还是赵家沟。哎，小姨姐，昨天啊，村长他们走得太早了，今天你来的正好。大赵啊，还有一段故事相当精彩，昨天都没来得及讲，是关于赵印最宠爱的一位公主的。对了，那位公主啊，说来还跟你颇有缘分，她叫赵令仪，你叫赵姨，你们呀就差了一个字儿。啊，这么巧呀！想不到我跟大赵的公主还这么有缘呢。那她有什么故事啊？据说啊，赵印在位的最后一年，他在临终之前还是想光复着幽云16州，成就一代圣君的名声，所以他就亲率大军攻打北辽。不成想轻敌冒进，全军覆没，甚至被这北辽骑兵一路追杀到了京城呢。那这北辽兵临城下，大赵岂不是要亡国了？啊，那倒没有，那倒没有。赵印啊，派人去谈判，结果就是大赵啊要献出公主赵令仪，与这北辽大汗和亲，北辽方可退兵。什么？赵印把自己的女儿送去给北方的蛮子和亲？小姨姐，你怎么了？是赵印的公主去和亲，又不是你，你慌什么呀？你讲的故事太揪心了。对了，这赵令仪既然是赵印最疼爱的公主，他真的舍得送她去和亲吗？封建王朝这公主生下来的使命之一啊，就是和亲。这位公主不但去了，还嫁给了北辽一个60多岁的皇帝老头啊。小姨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什么，太烫了，我没拿稳。哦。那她嫁去北辽之后呢？可惜啊，这位公主年纪轻轻，如花似玉，到了北辽，无亲无故，受尽屈辱，最终啊，受不了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，上吊自杀了。上吊自杀？上吊自杀？算了，小姨姐，不说这些伤感的历史了，你没吃饭吧？来，咱们坐下一起吃。我吃过了。我再去给你盛碗汤。好，小姨姐，小姨姐不像是听故事的人，
反而就像是故事当中的人。我去，我该不会是真的穿越了吧？昨晚村长找我聊了那么久，想寻求破解这烛光浮影的办法。莫非村长真的就是赵印？他是想改变这个结局啊，改变这烛光浮影的结局，杀了赵印。老二啊，上次你说如果朕传位给大皇子，你会全力拥戴，是吗？没错，此言是臣弟肺腑之言。既然你对皇位没有什么兴趣，那母后立下的兄终弟及的遗诏，临终前交给了你来保管，你看是不是该由朕来处置啊？此诏书臣弟一直随身携带，正有意交给皇兄。即便今日皇兄不开口，明日上朝，臣弟也会主动上交。老二如此爽快，连最后的倚仗都肯交出来，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好，待朕把诏书收好，今夜一醉方休。赵印，你既无情，休怪我无义。老二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玉符是皇权身份象征之物，不能离身片刻，请皇兄收回。这看老二的样子，刚刚是动了杀我之心的，可他终究没能下手，还是念及兄弟情谊呀。看来老二虽有异心，但良知未泯。罢了，朕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若他能就此收敛，朕就饶过他。好险，差一点就被他发现了，一击不中，那就再等机会，今晚我必杀他。老二啊，老家龙兴之地，祖宅尚在修缮，朕无暇抽身，你就带朕回去一趟。你手里的兵符，暂时交给朕来保管，待你回朝，再还给你，如何？收了我的兵权，和要了我的命有什么两样？赵印，是你逼我太甚。臣弟全听皇兄吩咐。老二还算收敛，看来留他性命未尝不可。兵符还是你的兵符，朕只是暂时替你保管。替我保管？我的东西，我的命，更喜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朕有意留他性命，他竟给朕下毒，
终究是朕错付了。夏言说的没错，老二那副忠良的样子全是装的，朕不可再对他仁慈了。可母后临终前特意叮嘱要关照老二，若动杀机，愧对母后啊！罢了，朕全当他是一时冲动，若他能回心转意，朕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好啊，有你回乡修缮祖宅，朕也就放心了。喝吧，这3寸断肠之毒，入喉片刻就死。大诏有我，黄泉永续呀！哼，大事将成，大事将成啊！郡王谋反已成定局，陛下为何还不下令剿灭逆党？老二，朕要喝下这杯酒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朕说的吗？臣弟明日一早就出发回乡，等皇兄召我回京，我才回来。这杯酒就当是暂别之酒，我敬皇兄。老二，你没说实话，你还是想毒死朕。朕已经给了你2次机会了，事不过3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若还不知回头是岸，别怪皇兄狠心了。老了，才喝了这么一点儿，头就晕了。皇兄既不喝毒酒，那就别怪臣弟不能给皇兄留一个全尸了。不好，晋王谋反，护驾！大事已成啊！快，护驾！护驾！皇兄，一路走好。你没醉，是装的。早就知道我会下手的是吧？没错。可朕给了你3次活命的机会，你却偏偏走死路一条。臣等该死，救驾来迟，请陛下责罚呀！救驾？你是救朕的驾，还是他赵毅的驾？你与晋王里应外合，一同谋朝篡位，当朕不知。晋王谋反，逆党连诛，把这些人都打入死牢，交付3司审理，择日问罪。是，押下去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老二，是你不守规矩了。这大诏是朕的大诏，朝廷是朕的朝廷，江山是朕的江山。朕给的才是你的，朕不给，你不能抢。可是没有我的战场上流血拼命，哪有你的朝廷？哪有你的大诏？哪有你的万里江山？坐上皇位，这些你忘了，你全都忘了。朕没忘，你的功朕记得，你的过朕也不能视而不见。朕会杀你，但会以晋王发病自焚于公之名昭告天下，祸不及你子孙后代，留给后世你一个
忠臣良将之名。作为皇兄，这是朕唯一能为你做的了。秦王谋反，赶紧护驾！快，去护驾！快去护驾！护驾！晋王请示皇上，快护驾！什么？晋王谋反，行刺皇帝？这不就是历史当中的烛光浮影吗？外面如果不是在拍电影，那我就是真的穿越到了大赵王朝了。不好，如果村长就是赵印，我骂他是大傻嘚儿。我说过他活不过50岁，我还把他的皇子皇孙都骂了一个遍，我还瞎编说他把公主嫁给了辽北的60多岁的老头。那赵印这个小心眼，他知道之后一定会把我五马分尸的。不行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回赵家沟。真好，外面没人。完了，门被锁上了，我出不去了。这下彻底出不去了，怎么办？我师兄篡位啊！我十恶不赦，我罪该万死啊！皇兄居然给我留下一个忠臣良将的后世之名，你为何这样做呀？你以为别人看不出，我还看不出吗？朕为何这么做？你不就是想在史书上给自己留下一个仁君的名声吗？伪君子，你就是个伪君子！官家，晋王疯了，我这就差人秘密押送晋王入天牢。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人处置，外人不得插手。退下。是。杀了我！杀了我呀！你别忘了，不好让你我立下誓言：谋亲宗命者，必不长寿。你今年50了，杀了我，你还能活几年啊？母后。若料你今日能反，必定后悔让朕留下那自损寿数的誓言。后悔的是我。当年在陈桥，如果把黄袍披在的不是你的身上，是我的身上，该多好啊！刺刀临头。你还不知悔，还想做皇帝？为什么不想啊？我赵毅哪点比你差呀？凭什么坐上皇位的是你，不是我呀？执迷不悟啊！既然你这么想做皇帝，那朕就在你临死之前，偿你临终遗愿。你说什么？在你眼里，只有龙袍的无上至尊，可你却不知道，它是天下最重的枷锁，披上就背负着天下之重，驳了人世温情；穿上它，就成了一个绝情的人，最终成为龙椅上的孤家寡人。龙袍，我的龙袍，终于有龙袍了。这万
万里江山都是真的。今夜就让你做一次大赵不得不薄情决意的皇帝吧。官家，您的龙袍，老二做了一辈子的皇帝梦，就让他带着皇帝梦去见列祖列宗吧。准备火把、干柴。若是叫宫里的人看见老二穿着朕的龙袍走出了万岁宫，会上了天价的颜面。遵旨。朱爱卿，平身，平身！哎，怎么都不看着朕啊？哎，乌龙将军，你说北蛮集结大军，要南下剑门关之下，不可！朕已经丢了幽云16州，愧对列祖列宗。这中原腹地，绝不允许北蛮的铁骑践踏一步，绝不！官家，都准备好了。吏部王上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朕得位不正，不配做这皇帝。当年是谁带着3000残军死守雁门关？是朕。建都3年，京都瘟疫，是谁不顾生死，开仓放粮放药，救活20万灾民？稳固了民心，还是朕，还是朕。”朕功过千秋，大赵没人比朕更有资格做皇帝。哎，你们说，朕做一个千古第2帝，心随祖龙，不过分吧？传诏通告满朝，晋王赵毅入宫夜宴，醉酒打翻烛台，火起。晋王殒命。遵旨。官家，那晋王的葬仪如何安排啊？毕竟是天家血脉，罪就免了。找出尸身，以亲王身份葬入皇陵。谢老师，你怎么睡在这儿了？这地上多凉啊，快起来！小姨姐，你昨天为什么把门关上了，锁上了？昨天那个疯子又跑出来了，还到处放火，说一些风言风语，我怕他再跑出来伤到你，就把门锁起来了。你昨天晚上没听到他又说什么疯话吧？疯子？难道昨晚听到的晋王、皇帝什么的，都是那个疯子喊的？是我想多了。
这里不是什么大赵，就是赵家沟。你就是听到了也不打紧，都是些风言风语的，你以后在这里住久了也就习惯了。不会真的是眼睛太久看不见，胡思乱想产生幻觉了吧？村长就是村长，小姨姐就是小姨姐。那小姨姐，那村子通往外面的路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好？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快了，我爹说再有个3-5天，怎么也通了。到时候村里的学校也开了，你就可以去给孩子们上课了。看来真是我想多了，我好端端的来到赵家沟，怎么会到大赵呢？夏老师，这外面风大，咱们进屋说吧。走。夏老师，你昨天说大赵公主被派去和亲，嫁到北辽，死在北辽。那如果她不愿意嫁到北辽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嫁呀？既然这里不是赵家沟，他怎么又开始关心起大赵的问题？小姨姐啊，这大赵的公主都是100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这样的，这村里我有一个好姐妹，被她爹收了一头牛做聘礼，要把她嫁给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。她跟我说，如果不能逃离这场婚事，她宁可死也不嫁。啊？这都21世纪了，怎么还会有他爹这种……哎，一头牛就把一个女儿卖给一个老光棍，那岂不是毁了他女儿的后半辈子吗？说到底啊，还是人穷志短，都是赵家沟这个地方太偏远了，太穷，太落后了。我听了你大赵公主的故事，我觉得她跟我好姐妹的故事很像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赵公主不再去北辽啊？说不定这个办法也可以用在我好姐妹身上呢。好，那我就跟你说说，如果不想让这个公主嫁到北辽的话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失贞。失贞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在皇帝下圣旨要把公主嫁出去之前，这个公主先找个男人把自己给睡了。找个男人把自己睡了？没错啊，你想想，这古代婚嫁，女人的贞洁都是至关重要的，那寻常百姓家都不会娶失去贞洁的女人，更何况帝王家呢？要是这个北辽的皇帝啊，知道这个公主被人睡了以后，那这门婚事指定就泡汤了呀。可是一个女人怎么能这么随便呢？随随便便做出这种事，真是不贞不洁，大逆不道。这要被人戳穿脊梁骨，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。不行，我做不到。小姨姐啊，这咱不是说的大赵公主吗？什么叫你做不到啊？什么叫你做不到？我是说，我做不到把这么卑鄙的主意告诉我的好姐妹，这样是害了她。小姨姐，那是你的思想太守旧了。自由恋爱，自由选择爱人，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啊。再者说了，那找一个人把自己睡了，肯定不是随便找一个人了，一定是找个自己喜欢的，以后要嫁的人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她没有自己喜欢的想嫁的人呢？那就要相亲的办法吧，找一个人品不错，样貌不错，学历好，智商高，未来大有可为的人。夏言说的这种完美的男人，是不是就是他自己啊？小姨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哪里说的不对啊？没有，你说的很对，我这就去把你说的好主意告诉我的好姐妹去。你先吃饭吧。好嘞。事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回官家，晋王尸身已经入关，3日后入皇陵下葬。晋王府中人等一律优待，未加牵连。王继自知难逃一死，已在天牢悬梁自尽。另外，追随晋王的文官武将纷纷呈上罪书，请求陛下恩宽赦免。杀了个晋王，死了个王继，皇权内斗，
血流的够多了，其他人都免死吧。最重的逐出京城，最轻的官降一级，罚俸3年。记下了。夏言怎么样了？没出什么差错吧？他知晓未来，在晋王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，他能为朕出谋划策，确实能保大赵长盛久安。走，去看看夏言，朕还要再套一套他的治国之道。是。参见官家。夏言怎么样了？回官家，公主殿下尽心尽力，事无巨细，夏先生一切安好。想不到朕这个娇生惯养的公主对这个夏言这么上心。朕问你的是夏言的眼伤怎么样了？夏先生的眼疾依臣诊断就快要好了，少则1、2天，多则3、4天就能看到东西了。什么？快则1、2天，慢则3、4天就好了？这么快？胡太医，谁让你这么快治好了他的眼睛的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官家的意思就是在不影响他复明的情况下，让他多瞎几天呐。臣从始至终都没敢给他用药，只是夏言的身体强健，就是不用药也会痊愈的。臣从未敢违逆官家的旨意呀。你还敢犟嘴？胡太医，你也是宫里老人了啊！那他不用药就能康复，那你不会用点药让他晚康复几天吗？这点小事还用别人教你呀？老臣有罪，请官家责罚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起来吧。谢官家。若是因为这点小事就罚了你，朕就成了世上无情的昏君了。若是现在用药，让夏言的眼睛再多瞎几天，还来得及吗？难呐，官家，除非用药毒瞎了他的眼睛，否则是阻止不了他复明的。校长、村长，你们在外面吗？怎么不进来啊？我们和胡医生聊一下你的伤情怎么样了？这就来了啊！官家，若真想让他眼睛再瞎几天，就只能用毒了。不可，他待在大赵的秘密是瞒不了多久的。若是让他知道了，咱们瞎了他的眼睛，他必定是心生记恨。朕还指望他能够接受现实，臣服于朕，为朕治国，出谋划策呢。官家，那万一他醒了之后不肯做我们大赵的子民，咱留不住他，怎么办？要留住一个人，无非是钱、权、美色。等他复明了，他想要什么，朕就给他什么，总能把他留住。走，进去吧，再晚了，他就会起疑心了。夏老师今天的气色好多了，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康复了。多亏了小姨姐这么体贴入微的照顾，一想到我的眼睛要是好了，小姨姐就不照顾我了，我还有点舍不得呢。官家，依臣看，钱和权他不一定感兴趣，美色倒可以留住他，只不过他看上的是您的宝贝公主啊。夏老师以后要是常住赵家沟，就把这当你的家，你什么时候来都是这儿的贵客，少不了对你的照顾。对了，村长，你们今天来找我，该不会是又要我讲大赵的故事吧？
对，没错。听夏老师讲故事啊，不但有意思，还能长见识。你再给我们讲讲。大赵真没什么好讲的了。自从烛光浮影这件事件之后，赵大死了，赵二登基，为了收服幽云16州啊，当了一个驴车战神。你看到此为止，这些故事不都讲过了吗？那你可以讲讲赵二死了以后，皇位传给了谁？还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？哼，赵二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人，那肯定是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赵祯了。提起这个赵祯啊，的确发生了一件一让人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痒痒的荒唐事儿。这老二死了，这把龙椅朕还得再做几10年。那也就是说，那些原本该是后世子孙才要面对的烂摊子，有可能落到朕的头上来。不行，朕必须提前知晓，未雨绸缪，这样龙椅才能做得稳当啊。那个赵祯他做了什么荒唐事啊，能让后世的人恨得牙痒痒？赵祯这个家伙呀，更是一个怂包软蛋。两国打仗，眼看着就要打赢了，他倒好，不打了，主动认怂，赶着去求和。结果呢，胜利方又向失败方送钱纳贡，求着人家退兵，你说可不可笑？赵祯呢，主打一个就是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敌人，像这种帝王啊，还真是开了咱们大夏几千年的历史先河了。这简直就是耻辱他妈给耻辱开门，耻辱到家了。这赵二跟赵祯简直就是一对亲父子。这丢人现眼的事情，这简直是一脉相传。那赵祯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，他怎么做的呀？你给我们详细综合讲讲呗。好，那我就好好给你们讲讲这大赵第3位皇帝赵祯干的荒唐事儿。说简单点啊，北辽经过几10年的休养生息，国力又增强了，率军大举南下，眼看着就要打到这大赵的都城了。皇帝准备跑路，可宰相不准呢，强拉着皇帝到澶州这个地方御驾亲征。不过这一招还真灵啊！这皇帝一到前线，军队士气大涨，一举打败了敌军。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赵祯他怂了，他不打了，他派人前去议和，还在这个地方签下一个澶渊之盟，条件就是北辽退兵，大赵纳贡。说白了呀，就是花钱买个安逸。村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被这个赵祯给气到了。这也太窝囊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那个时候赵祯要是不怂，把北辽打痛，说不定啊能一举拿下燕云16州，而且还能再完成统一的大业，再次开创大夏一统的局面，成就千古一帝。可惜了，是个怂包。那后世大赵的皇帝完成了大一统了吗？可别提了，经过赵祯开的这一先河呀，这后面的皇帝是一个比一个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，以后啊，只要一打仗，他们就求和；只要一打仗，他们就求和。刚给北边送完钱，接着又给西边送，送的钱是越来越多，但是国土面积却是越来越小，直到最后啊，他末代的皇帝都被逼到了一个小海岛上，跳海自尽喽。这你说这大赵的皇帝们一个一个的都这么不堪吗？可不是嘛，这澶州一战呐，就是大赵命运的转折点。其实这一仗要是打赢了，至少可以帮大赵再续国命几百年呢。如果赵大在位时把赵祯没做成的事情做了，打服北辽，会不会延续大赵的命数啊？对啊，如果赵大在位的时候就能打回北辽，大赵王朝的命运会改写吗？这个嘛，历史不会重演，这种事儿谁也说不准。夏老师，你不是学历史的吗？那就用你的历史知识帮我们推演一下，有没有这个可能啊？其实赵大在位之时，
这大赵的国力和北辽相比是占上风的，所以大赵打了败仗，那不是败在实力上，而是败在计谋上。如果当时赵大选对了将领，又识破北辽的奸计，那别说收服幽云16州了，就算是打到他北辽的都城，也不是不可能。看来朕还是有可能完成大一统的。那这仗要打，赵大得怎么打？简单，这北辽兵向来怕热，又多是骑兵，如果非要打这一场仗，那一定要选择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将北辽兵诱敌深入。此时这北辽的骑兵人造马乏，战斗力锐减，这个时候打他们包赢的。哎呀，打仗这种事情被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？还有更简单的呢，叫坚壁清野。如果这北辽兵非要大举南下，那我们就提前将沿途的老百姓全都迁走，不留一粒粮食，草木焚烧，河水投毒，让北辽骑兵到了此地之后是人没得吃，马没得喝。那这样一来，这北辽的军队不就不战自溃了吗？对呀，这一招我当年御驾亲征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呢？哎，对，村长，这怎么聊着聊着，你都向我探讨起兵法来了？我是研究历史的，不是研究兵法的。你让我给你讲兵法，我也只懂一点皮毛。哎，知道这点皮毛就够了。夏老师，你先歇着，我去修路去了啊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意外之喜，意外之喜呀！想不到夏言还懂兵法，这个未来人还真是个全才呀！看来陛下要把夏言留到朝廷里喽。当然，夏言这个人比10座城池都重要。等他的眼睛好了，朕就和他明说，朕要重用他。他有什么条件，随便提。陛下，这自古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你要真让他提条件，那恐怕官家得忍痛割爱，委屈公主殿下喽。如果能用公主把夏言留住，保大赵1000年基业，值得。等他的眼睛好了，就把公主嫁给他。一脚踏进了温柔乡，朕不信他还能走得了。可是官家，如果他还是不同意呢？即便他知道您把公主嫁给了他，他还是铁了心要走，那该怎么办呀？那就在夏言复明之前，让他和公主把生米做成熟饭。这样一来，他若是拒绝，就是亵渎皇家威严，是大罪，朕就斩了他。官家高明啊，官家高明。先下手为强，这不是这几天跟夏言学的吗？在他身上用上阴招，但也把公主赔给了他。这小子不亏。官家，那咱还没有问过公主殿下，她同不同意呢？她是帝王家的公主，生来便与寻常女子不同。她所享有的每一份尊荣，都意味着要为大赵的江山社稷付出代价。用她的婚姻换取朝廷的安稳，是天经地义。更何况，朕让她嫁的并不是异族，这件事由不得她。夏言的事就这么办。现在有了夏言的献计，是该想想该怎么收复幽云16州了。官家，现如今才刚刚入初秋，就算是要攻打北辽，那也是明年夏天的事儿了。朕知道，与北辽之战关乎国运，必须未雨绸缪。传朕旨意，调集西北的镇西军、北境的破虏军以及上京的上四军，各军中精锐，秘密往边境集结。再于洞庭水域大练水军，以备水陆并进，待明年
朕要亲自率领王师北伐，收复旧都。是。官家，北辽派信使传信，说北辽皇帝有意与大赵止戈休武，3日后派特使来京，共商求和大计。北辽这几年一直与我大赵战火不断，又一直嚷嚷着要铁骑踏碎我中原大地，怎么会突然议和？这不会是什么障眼法吧？北辽老皇帝年事已高，这几个皇子又在夺嫡内斗，如果他们这个时候仓促开战，恐怕是胜算不高。如今主动求和，看似退让，实则是保存实力，避免两线开战。这步棋走得精妙啊！北辽要与我大赵和亲，信中言明要迎娶我大赵一名公主。北辽老皇帝和亲，全被夏言说中了。难道真的要让我嫁给一个异族老头，远离故土，客死他乡？小姨姐啊，小姨姐啊，你在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能看见一点点光了。这样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恢复了。现在要议和，当初抢我幽云16州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议和呢？哼，不议。官家，臣以为如此直白的拒绝，不可呀。北辽居心叵测，若直接回绝，岂不是给了他们挥师南下的借口？眼下咱们调兵遣将，囤积粮草，至少得需要半年的时间。若此时开战，与我方不利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难不成要答应他们和亲？臣以为北辽想议和，和亲并非不可。两国相交，讲究的是一个对等。我大赵献出了金枝玉叶的公主，显足了诚意。那北辽他也得拿出天大的诚意，让他们退还幽云16州，全当是给公主的聘礼，如此方显公平啊！有道理，让北辽以幽云16州为聘，迎娶公主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若答应，我们兵不血刃，收回旧土；若拒绝，就暴露他们的狼子野心，也落不下和他们开战的理由。父皇，这是真的要拿我换回幽云16州啊！若答应，那是最好；若不答应，咱们大赵也不吃亏呀。可是如果他们答应了，那官家打算把哪位公主嫁给北辽啊？那北辽老皇帝都60多岁了。在朕的公主里，只有令仪一个到了婚嫁的年龄。可是，难道父皇真的要让我嫁去北辽？不行，我不能嫁给一个快死的老头。夏言，对，去找夏言，只有他能帮我了。不行，令仪是朕最宠爱的公主，朕舍不得把她嫁到蛮夷之地呀。哎，是。
派公主和亲，自然是不妥。哎，那官家可在众多亲王府中挑选一位年龄相仿的郡主，来替公主去北辽和亲呐。哎，说辞甚好，那就给北辽皇帝回信，朕同意3天后北辽遣特使前来谈判。咱们虽然答应了谈判，但是要不要议和？臣觉得还是去听听夏言怎么说。这个人的看法很独特，也许在他那儿能获得更深一层的利弊关系。有道理，走，再去问问夏言。天天头上戴个布条，简直太闷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好好出去透透气。夏老师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快回去！你怎么把眼睛上的纱布给拆了？这样会影响你复明的。不会的，小姨姐，我已经试过了，我能看见一点点光了。我整天把那个东西戴在头上，太闷了。放心吧，小姨姐，我现在只要不睁开眼睛，我就没事的。慢点。好。夏言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。小姨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听你说话怎么不高兴啊？你有心事啊？我今天来有一件事情要问你，你要如实回答。这些天一直是我在照顾你，如今你的眼伤也要好了。等你复明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呀，等我眼伤好了之后，我就得赶紧给学校里面的孩子上课，得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务。毕竟我的工资也不能白拿嘛。就这些，你就没有别的要对我说的吗？哦，对小姨姐你说的话呀，当然有啊。你照顾我这么久，等我眼睛好了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感谢感谢你。就只有谢谢吗？就没有别的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停留在普通朋友层面了吗？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小姨姐，那天我的心里话不是都已经给你说了吗？说什么？我那天说我就喜欢你照顾人的样子啊，你又体贴又温柔，人又那么好。为了不嫁到北辽，我只能找个男人失了清白之身。虽然他并不是本公主最好的选择，但时机从权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只有他了。委身于他，总好过嫁给一个快死的老头吧。小姨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是不是我哪句唐突你了，惹你生气了？不唐突，既然你对我也有好感，那我今天就送你一样东西，世间绝美，独一无二。世间绝美，独一无二。小姨姐，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不用管，我给你，你只管要便是。哦，小姨姐，你今天说话怎么云里雾里的，我都听不懂啊。你不用听明白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好美啊！小姨姐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啊！你什么时候复明的？哦，我也就是1分钟前刚刚才。小姨姐，你的衣服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？啊，这床，这房间，这摆设，这家具，赵家沟这么复古吗？夏言，这件事情我本来想等你复明之后再告诉你的。停！原来我当初就没有猜错，这里根本就不是赵家沟，这里是大赵，这是皇宫，村长就是皇帝赵大，那你就是大赵的公主赵令仪。如你所说，北辽皇帝遣使来京，议和求亲，父皇有意将我嫁去北辽。
我不愿去，只能用你的方法，找个男人自毁清白。可如今宫中无人，我只能找你。小姨姐，不，公主殿下，我那些都是瞎编的，根本没有皇帝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北辽皇帝这一说。你别害怕，你别当真啊！我怎么能不当真？3天之后，北辽就要遣使来京，议和求亲。父皇已经决定将我嫁去北辽，你再不帮我，我就真的死定了。哎，不行，我是历史老师，我知道的。这历史当中，但凡有任何一个跟皇帝妻女产生关系的男人，最后没有一个好下场的。你爹要是知道我睡了他的亲闺女，那他一定把我阉10遍，把我阉成一个小太监，还会把我五马分尸的。我告诉你，还没有人敢忤逆本公主的意思。你以为本公主是前朝那些娇滴滴的小娘子吗？本公主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哎，不，公主，你冷静，你听我说，我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让你不用嫁给北辽皇帝的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可是目前只有这种办法最稳妥。我的裤子！哎，公主，你听我说，你冷静，你让我去找你爹说，我精通5000年的历史，我一定有办法解决的。嘘，我们现在在做的不就是解决此事的办法吗？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女人。等事成之后，我会求父皇，让你留下来，成为大赵的当朝驸马爷。夏老师啊，我们又来听你讲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父皇，那个村长，不，皇上，那个我跟公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你听我解释，我们放肆！都拖成这样了，你还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？你当朕的眼睛和你一样，真瞎了吗？夏言，你的眼睛已经好了。你刚才称官家为皇上，这么说，这一切你全知道了？知道，是我无礼了，是我误闯皇家。皇上，您今天只要不杀我，您就是想知道大赵后世发生了什么，或者您需要什么治国的良策，我今天一定毫无保留的全都告诉您。你我本来的计划，不就是让他和公主成就好事，最后再顺势用皇家威严将其牢牢锁住，为我所用吗？正是。现在已是干柴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这倒省了我们不少麻烦呐。官家圣明啊！既然这个事儿被我们机缘巧合撞见了，那不如我们就此演出戏，用死罪吓他一下，吓破他的胆，他肯定就会跪求饶命，誓死效忠啊！大胆下言！朕坐拥天下，何须你来指点江山？你敢玷污公主的清白，罪同欺君！宣禁军将夏言拿下，打入死牢，择日问斩。什么？死牢？问斩？父皇，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不愿意嫁入北辽，才想着失身于夏言的。你要罚就罚我吧。你知不知道这是破坏和亲，是大罪？你让朕怎么对满朝文武，怎么对天下交代？官家，事既然发生了，那眼下还是保住公主的名节，保住官家的天威最重要啊！哎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更何况是皇家。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只有彻底封了他的口，才能保住皇家颜面。来人，将夏言拿下，打入死牢，择日问斩。历史上的皇帝都是 PUA 这一套，要想保命，只能这样了。慢着，皇上，史书上都说您赵太祖宽厚仁义，是千古明君，不仁德于四海。您今天要是因为一时之怒就杀了我，
那跟昏君有什么区别啊？难道您就想让后世给您扣上一顶草菅人命的帽子吗？你放肆！官家的功德岂容你来评说？朕还怕你给朕扣上一顶草菅人命的帽子吗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在你的口中，朕哪里是宽厚仁义、千古明君？你说过，朕就是一个大傻嘚儿。完了！他还记得这茬。赵达那么小心眼，我操，这下死定了！辱骂皇上，罪加一等。我看也不用押入天牢，择日再斩了，就在这儿斩了吧！怎么办？再不想出办法，就真的死翘翘了呀！父皇，此事都是儿臣的主意，跟夏言无关，你就饶了他吧。住口！你做出如此羞辱皇家颜面的事，还敢为他求情？等朕斩了他，再教训你！不行，我才25岁，我还没活够呢，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我得保命。对了，拿大赵王朝的生死跟他换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赵爷，你可知道这句诗？那可是你大赵王朝忠臣所作的血泪挽歌，也是你大赵亡国之日的最后绝唱。横招一下，退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300年后，大赵末代王朝一位将军亲手写下了这首绝命诗，从此之后，你亲手所创下的江山基业亡了。300年，朕殚精竭虑创下的基业，竟然如此短命。官家，保重龙体呀！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们续命，只要你不杀我，就给你一个能帮你大赵续命300年的办法。是啊，父皇，夏言的命是小，国运是大呀。你不能因为一时之怒杀了夏言，毁了国运，这是因小失大呀，请父皇三思。官家，公主殿下所言极是啊，夏言的命那跟国运比起来，那是轻如鸿毛啊。咱倒不如听听他如何的报国续命。如果不行，咱再杀他；如果成了，那是我们大赵之幸啊。那就让朕听听你有什么好办法。小姨，给他换身衣服，带他到御书房来。是。皇上，我可以说，不过你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要是帮大赵续了国运，你得放我走。放肆！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敢与朕谈条件？你与朕之间只有赏赐，没有交易。你最好想清楚，朕的国运和你的命，哪一个对你最重要？再胆敢妄言要挟，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。夏先生，快说吧，万一惹得龙颜大怒，我们谁都救不了你呀。夏言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父皇心意已决，不可更改。现在低头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们好好说说怎么帮着大赵的国运续命。其实啊，100年之后，大赵如今的心腹大患早就已经不是北辽了，而是一个叫大金的王朝。大金？何方势力？朕从未听过。没听过就对了。所谓的大金王朝啊，现如今不过是一个只会打猎的小部落罢了。他们是部落统一之后方才成立的朝廷，不过这些人善骑射，而且凶猛无比。先是灭了北辽，后又挥兵南下，100余年间蚕食了大赵近1半的国土，甚至后来还打进了大赵的皇宫，抓走了大赵的2位皇帝，回北方放羊。当时大赵皇室可以说死的死，辱的辱，逃的逃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什么？大金王朝还打进了皇宫，抓走了皇上？这不太可能吧？大赵军力强盛，国土辽阔，
就算是吃了败仗，也不至于被敌人打进了皇宫，抓了皇帝吧？我也不愿意相信啊，可事实就是如此，历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。这帮后世子孙也太不争气了，简直是我天家的耻辱！夏先生，你说能续命我大赵江山，要如何续啊？皇帝，您别着急，等我给你讲完了这段故事，您自然就知道怎么办了。哎呀，快说快说！这大赵的皇帝当时的确是非常的窝囊，可天不亡大赵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这朝廷之上出现了一位姓岳的将军。这位将军如将星转世，治军如神，而且他组建了岳家军，抗击金军。他将这大赵朝廷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还力迎2圣回朝。可以说这位将军在当时的大赵朝廷晚年之上，已经是少有的既忠心又能打的将领了。现在朝廷的武官里有姓岳的将军吗？若有，这位岳将军定是他的后人，如此忠良之家，必须要重用。回陛下，目前朝中还没有姓岳的武将，即便有，也是在军中作为小卒，得经过几十年的建功立业，方能走到将军这个地步啊。那既然这位岳将军这么能打，想必肯定能灭了大金，大赵为什么还会被灭亡呢？这就是我不得不佩服你们大赵后世的这些皇帝，治国不行，打仗不行，可是在听信、谗言、勾心斗角、小肚鸡肠这方面，可是一个比一个强。你是说那一朝的朝臣里，不仅皇帝窝囊，还出了奸佞之臣？没错，奸臣当道，那自然是每个朝代都不可避免的。可你大赵的奸臣，每每让人提起来，都恨不得抽他的筋，砸他的骨。此奸臣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人恨成这样？岳大将军当年打着力迎2圣回朝的名号，大举北上，势如破竹，眼看着就要直捣黄龙，收复旧都之时，这个时候大后方却出了幺蛾子。一位姓秦的奸臣告诉当朝的代理皇帝，皇上，这真要让岳将军把这2圣给接回来，那您刚坐热的这龙椅不就得让位了吗？皇上，我说到这里，您应该已经明白了吧？又是皇权争斗，造孽呀！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如此呢？皇权之争嘛，可以理解。皇上，您也可以想想，您又是怎么处置与您争夺皇位的2弟呢？夏言，不可触怒龙颜。晋王的事不要再提了，你继续往下说。这当朝的代理皇帝一听，这还得了？他心想，对呀，要真让这岳将军把2圣迎回朝，那我这皇权当然不保啊。于是一方面是岳大将军在前线浴血厮杀，胜利在即，而另一方面，这位皇帝却让这个姓秦的奸臣连着对岳将军发了12道金牌，令其攻击禁止，班师回朝。12道金牌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呐！岳大将军在营帐之中看着这12道金牌，他心灰意冷，眼看着大战胜利在即，他却不得不鸣金收兵。悲愤交加之下，他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，这其中的无奈、失望、满腔的抱负，都在这首诗之中了。能把满腔悲愤和一腔热血写进这首诗里，真是文圣武圣。这首诗是怎么写的？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功名
尘与土，8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。白了少年头，恐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阙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好，好啊！若非忠良之臣，绝对写不出这种千古绝唱。这岳大将军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是多么的孤独，多么的绝望啊！有心报国，无力回天，空有一腔抱负，却生不逢时。世上最悲惨的事情，也不过如此。那位岳将军被12道金牌召回来之后，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自古忠良少善终，岳大将军饮恨赴死了。如此忠良死了，难怪我大赵会亡国，忠良尽失，朝廷如何立得住啊？夏先生，按您所说，这岳将军是有功之臣，即使是被皇帝紧急召回，班师回朝，那也只是给他打压一番。他既没有罪，又手握重权，他怎么可能杀得了他呢？是啊，若没有一个正当的罪名就把他杀了，多寒了将士的心啊！岳将军一生刚正不阿，他所率领的岳家军在行军途中有一条铁律：冻死不可拆屋，饿死不可掳掠。试问，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会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呢？无罪无过，功可比天，没有正当的理由，皇帝也不敢杀这样的功臣呐。没有罪名，根本就没有罪。这当朝的代理皇帝也在犹豫，他若想杀这岳大将军，必须得指出一条罪行来。可他来回翻找，始终是找不出岳将军有一丝的罪证。此时，这姓秦的这位奸臣便说岳将军拥兵自重，而岳将军转身就将这虎符与兵权交了出去，以堵住他们的嘴。可是当朝皇帝和这姓秦的奸臣因为找不出一丝罪证，可给愁坏了。是不是没有理由就是最好的理由？没错，这位姓秦的奸臣禀告了皇帝，让皇上以莫须有的罪名，最终残忍地杀害了在风波亭。自此之后，大赵朝廷最终是毁掉了最后的护国根基。可惜呀，可惜！若岳将军生在我朝，为朕收复幽云16州，朕该何等的重用他呀！父皇，为了防止姓秦的奸臣几百年后入朝掌权，不如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。甚是，传朕旨意，凡朝中姓秦的官员一律罢免，以后历朝历代科举考试武官选拔，若有姓秦的，一律不得录用。若有不服从旨意者，以莫须有罪名问斩。遵旨。奸臣当道，误国误民，朕必须把这股不正之风扼杀在摇篮之中。官家圣明，后世必说您是一代明君呐。因为这件事情啊，后世之人便给这个姓秦的奸臣弄了一个铜像，让他跪在岳将军的庙前，这一跪就是1000多年。而那位大赵的皇帝也被后人骂了1000多年。活该！
后世的人还是明事理的。就算是我天家的子孙，做的这种人神共愤的事儿，也该遗臭万年。唉，岳将军死后，大赵的报应很快就到了。他死后没几年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朝廷风雨飘摇，苟延残喘了100余年之后，彻底灭亡了。夏先生，那你说续命我大赵江山的办法是何呀？办法，其实方才你们已经自己说出来了。说出来了？说什么了？其一，力压性情的官员，乃至其后世都不得入仕。其二，但凡发现朝廷当中有姓岳的武将，务必加以重用，同时立下传世诏书，后世之君不得滥杀功臣。其三，立左右两相，在朝廷互相掣肘，同时又可监督皇帝。就这些？当然，如果想从根源上免去金朝这个未来的后患，那就是现在。趁着现在大赵国力强盛，北辽疲软，我们可以趁着他尚未成气候，还是一盘散沙，立刻与北辽议和，向北辽借道。我们出兵，除掉这些祸害。那没有了后世的金朝，大赵岂不是没有心头之患了？好啊，好啊，都是良策。这样吧，3日之后，北辽使臣来议和，你就做我大赵的使官，跟随朕的左右，一同面见北辽使臣。一来可以将朕的英明壮举记录在史册，二来在谈判时，你可以帮朕出出主意。等等，使官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打算放我走了？你如此精明能干，你出的治国良策能保我大赵几百年长盛。我若放跑了你，对不起大赵社稷啊！夏先生，你看，你连回到未来之路的门都找不到。你若是出了这个皇宫，你连吃饭的本事都没有，你倒不如留在皇宫里头，侍奉皇上。将来你肯定会大富大贵呀。这都在皇宫里待这么久了，还要走？难道皇宫里就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吗？小姨姐啊，这是两码事。你我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们这的生活呀，太枯燥乏味了，我真适应不了。哎呀，你就放我走吧。对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有的是办法找到未来世界的入口。还有，我走之后，我一定会念你们一辈子的。你知道我大赵数不清的秘密，若是放你出宫，落入北辽之手，你为他们出谋划策，我大赵就危险了。是啊，不能为官家所用，那就得毁掉。夏言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有一条触犯天威的罪行呢，那放在当朝可是死罪呀。没错，玷污公主，亵渎皇家，百死难赎。你为朕效力，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，以多欺少吗？耍赖吗？你们这是？哼，你说欺人，朕可不认。你若留下，朕就把公主赐婚于你，要你做天家的驸马。这样，你玷污公主的罪名就没了。朕这是给你天大的赏赐。夏言，是迎娶公主当驸马，还是人头落地？您自己考虑吧。哎，等等，赐婚？当真？你没有骗我？你若不信，朕今日就给你们完婚同房。这样，你总该相信了吧？
回到未来是个未知数，可当驸马却是实实在在的美滋滋的开头。哼，这所以嘛，这当个男人就是没什么出息啊。皇上您要是早跟我说了把公主许配给我，那我早就答应了呀。干嘛？放我下来！哎呀，小姨姐啊，之前咱们俩干的好事那是偷偷摸摸的，咱们现在光明正大了，因为合法嘛。哎，皇上，那个，我现在带小姨姐去洞房里熟悉熟悉啊，这个洞房的流程。3日之后，若是有使臣前来，你到时候派人来叫我就是。拜拜。放我下来！还未完婚就玷污公主，我看死你个龟孙儿！